齐白石对传统国画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这个视频希望能以我的一点点研究，帮助大家更好地游览齐白石的作品脉络，理解他在国画史上的伟大意义。提起国画，大家脑海里的印象是什么感觉呢？可能不少学国画的朋友开始学国画时，画的大概是这种类型的，这似乎成了我们对国画的一种印象。但其实这种感觉范式是齐白石系统建立并推广起来的，在那之前国画并不是这种样子。当时的清朝推崇的是四王的绘画，画的都是这种感觉的山水。其实这个时期的中国山水已经进入到了一种高度成熟，同时也高度范式化的时代了。这个由董其昌一手建立起来的文人画体系，主导了中国明末清初数百年的绘画格局。如果要拿一个西方绘画大师来类比的话，董其昌就有一点像安格尔，是古典主义集大成者，对各自所处的传统绘画进行了一种清晰的总结，并树立了流派中的内在规范。能做到这种事情都是极其了不起的。但是我们看到西方绘画在安格尔之后涌现了一系列对这种古典主义体系的反抗流派，比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印象派。因为艺术家是需要自由的，自由带来创新，带来突破，每一种体系的完善都会为初学者带来很多学习上的便利性，带来明确的方向感。但是如果一种体系过于完善庞大，这种系统的流通性和成长性就会被压缩，会对后续者造成一种强大的压迫。这意味着要进入到这个体系并获得成就的门槛变得非常高了，而且它将由少部分人主导把控。当时清朝整个绘画价值体系就是被王时明等人所把控的，四王的绘画成就非常高，只是今天的艺术史总是把他们描写成反派，我现在这个视频也不例外，只能委屈一下他们了。在这套绘画体系下，每一个东西应该被画成什么形状，每一笔该如何操作，都有相对明确的要求。把这一套方法系统的记录成范本的就是芥子园画谱，而齐白石在他当木匠的时候就开始自学了这套画谱，有5年多的时间里，他都在不停的临摹学习并运用。那么问题来了，齐白石是怎么画出现在这种效果的国画呢？纵观整个绘画史里的大师成长经历，一个画家能够突破原有的框架，往往是因为看到了另外一些画家的作品，被震撼，被启发。而为齐白石打开这个新世界道路的画家就是徐渭和八大山人。1902年，齐白石40岁赴西安教画时，在西安结识樊樊山，近观樊所藏八大山人和徐渭的书画，内心里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齐白石早年间能够得到一本粗制滥造的芥子园画谱的印刷版本来学习，都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了。芥子园画谱是没有办法把笔墨的深浅晕染变化给印刷出来的，所以齐白石只能在上面画轮廓，学不到笔墨的技巧。能够在樊樊山那里看到许多名家的真迹，是非常震撼的事情。我们来看看徐渭和八大山人的绘画，看看徐渭的螃蟹和鱼，再看看八大山人的鸟和鱼。齐白石的虾传承于谁已经一目了然了。齐白石在他们的绘画中发现，原来国画不仅仅是一种勾描线条填充颜色的图画，也不一定非得是山水，原来生活中一些常见的景色也能够画出这种有意境的感觉。而这种被高度抽象后的水墨意象，又能够充分地展现笔墨的美感。它们在似与不似之间，形成了一种近乎剪影的朦胧状态。要知道，齐白石之前也画过鱼，比如说这个鲤鱼就是他20岁左右时画的。你看他虽然也用水墨试图表现这些小生物，但是他把这个鱼身上的鳞片都画了，没有概括到徐渭和八大山人那种简洁的程度。在某种程度上，齐白石已经在探索这条路线了。只是刚好看到徐渭和八大以后，发现了一个之前也在探索这条道路可能性的前辈，这就如同找到了知己一样，大受震撼，也倍感荣幸，更加确定自己这个探索方向是可以走下去的。那个时候大部分关于花鸟和这种小景的画法，画的基本上都是工笔画，很细致，很写实，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喜欢。徐渭和朱耷那样的绘画，在没有电脑和互联网的时代里，传播圈子非常小，他们的画作只在极少部分有钱人的收藏品里流转，所以除非你能够跟这些达官贵人搭上线，不然根本就没有资格看到作品。因此樊樊山是齐白石一生中很重要的贵人。不过齐白石也不是立马就转变了他的风格，投身到大写意之中的。看这2张画，模仿学习徐渭八大的感觉已经很明显了，但这2张已经是齐白石看到徐渭和朱耷10多年之后才画的了。在那之前，他经常给人画肖像画，画一些山水，
大家现在看到的都是他40岁前画的山水条幅，也就相当于现代人在家里挂的装饰画一样，是当时大户人家的刚需。而肖像画就像今天的摄影师拍照一样，这也是非常硬的刚需。齐白石在他的采访中描述了当时这种需求，那时照相还没盛行，画像这一行手艺生意很是好的。画像我们家乡叫做描容，是描画人的容貌的意思，有钱的人在生前总要画几幅小照还完，死了也要画一幅遗容留作纪念。齐白石早年画肖像画的能力在当地远近闻名，他起初在绘画上是靠这个赚到钱了。根据齐白石自己的说法，每画一个像，他们送我2两银子，这也是齐白石正式转行当画家的关键原因。仔细来看齐白石早年的人物画，你可以看到很有明末波城派的遗风。波城派是受到了西洋画的影响的，但是齐白石当年周边生活的那个环境里并没有这些资料，齐白石基本上是靠自己摸索出来这种画风的，这是他天赋异禀的地方。不过刚刚看到的这些都是齐白石明面上用来赚钱的画，那他不怎么卖钱，自己私下里画的画或者赠送给友人的绘画作品是什么样子的呢？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昆虫就是齐白石那个时候平日里自己画的画，他非常喜欢观察身边的事物，早些年学工笔的技法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你看这些蜻蜓的结构，翅膀的纹路，这都是认真观察真实世界以后才画得出来的东西。尤其是他画的蛐蛐，各种姿态和品种都有，画得非常细致。用他自己的话说，画家一定要以自然为师，这既是他早年自己探索绘画得来的心得体验，也是他此后人生中一直在践行的格言，因为他找到了一个更重要的老师，那就是自然。齐白石从小特别苦，特别穷，所以把一个东西画得很逼真很精致，更容易获得观众的认可。纵观齐白石早年人生的许多绘画上的选择，都是因为家庭困苦导致的，但他骨子里是一个追求洒脱的文人，所以当他快40岁的时候，生活稍微稳定，他就不再画那么细了。他见到了徐渭和八大山人的绘画以后，他画昆虫的细节便开始发生变化。我以这只飞蛾为例来对比一下，大家就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区别了。受影响之后画出来的这个昆虫，晕染的技巧更多，画得更放松，线条勾勒得更简洁，而那之前画得更僵硬一些，是层层描绘，花很多时间慢慢磨出来的。这也就意味着齐白石开始尝试更多的使用墨法来画画了，他在渐渐地尝试向徐渭等人靠近。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1920年齐白石58岁时画的昆虫，这个昆虫的部分有工笔画的美感，植物的部分却有一些写意的状态，这种兼具工笔和写意美感的画法也是齐白石开创的新面貌。还有很多类似的精品，这个视频限于篇幅就不继续展开了。在这本书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更多的齐白石的绘画作品，但是60岁之后齐白石彻底转向了大写意的世界，因为这个时候他认识了陈师曾，两人一见如故，互为知己。齐白石说，我那时的画学的是八大山人冷意的一路，不为北京人所喜爱，除了陈师曾以外，懂得我画的人简直绝无仅有。师曾劝我自出心意，变通办法，我听了他的话，自创红花墨叶一派。我们可以看到在茶花小鸟这张画里，这个鸟的画法和徐渭八大一脉传承，但是下面的花和叶则将色彩的技巧运用了进来。此前使用这种墨法来画画的时候，基本上都只是画水墨，不会用颜色，这是齐白石重要的开拓。但是3年之后，他自己那番面貌就越来越明显了，徐渭和八大的影子越来越少，他们彻底成为了齐白石的养料，齐白石融化出了自己的面貌出来。我们看这一张隶书，绝妙的构图，书法与绘画融为一体，颜色用得非常洒脱巧妙，尤其是在画动物上面，他也终于摆脱了徐渭和八大山人的影子。齐白石一生中一直有一种坚定的力量，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他懂得拒绝，懂得保护自己的绘画人生。看齐白石的自传会发现他内心里是一种很平和的人，知足而常乐。所以到这一阶段之后，他画的动物更多的是能够感受到有趣和可爱，这种流露出平淡天真的满足在齐白石的画里面处处可见，他画里的动物悠然自得地交流着，探索着。此时再看这条鲶鱼，回想到他20岁的那一章，走到这一步，齐白石用了40多年的时间，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器晚成。属于齐白石的巅峰已经开始，他将谱写属于自己的时代。徐渭八大山人和世界对抗了大半辈子，他们有强烈的情绪，强烈的情绪就会锁定在某一细分领域的强烈意象上，只有特定的事物才能传承他们的情感，比如向日葵之于梵高，竹子之于郑板桥，白眼之于八大。齐白石是平和的，
温柔的人可以更耐心地观看这个世界，所以他什么都画，以自然为师，观看一切。他对那一切充满了好奇，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嘴里吃的，什么都画，这就是他的生活。国画因为齐白石，终于从高高在上的文人雅趣变成了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他温和地落入了凡间，国画因此成为国画。以上便是对齐白石绘画历史意义的一个简陋介绍。齐白石这种看似简单的画，想要画得好，非常考验笔墨的控制能力，而笔墨是中国书法与绘画的核心。要理解传统文人画，必须深入地理解这个点。我在我的审美课里面用了4节课12个小时的时间，从书法到绘画重点介绍了笔墨的审美方法，以及背后蕴含的传统文人价值观。了解了这个再来看齐白石的画，你会自然而然地欣赏到他画面中高超的技巧，同时也更能理解徐渭和八大山人在书法与绘画上的成就。如果你对我介绍的审美课感兴趣的话，可以扫2维码加我好友咨询课程。我是喜欢分享和思考绘画知识的维维老师，如果觉得有帮助，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